成为大人指南第4条，学会告别。鲜花在岸上开，哦，他们在等待。你为什么不回来？哦，我已全都明白。来来来来来来。2023年第687个档案。你或许知道埃宾浩斯遗忘曲线，这是一个用来描述人类大脑对于新事物遗忘的规律。但你有没有发现，人和人之间也有遗忘曲线？我叫它社交遗忘曲线。我们可以用它来描述人们是怎么互相淡出对方的生活。分别后的1个小时，你发消息问我有没有到家。我们都觉得今天玩的也太开心了，好久没跟一个人说那么多话。1天后，你的朋友圈提到了我，里面有我们的合照和聊天记录。1星期后，你开始晒你在新城市住所附近的风景，那是我从来没有到过的地方。1个月后，你的朋友圈里出现了新的面孔，全都是我不认识的人。1年后，你开始不再给我点赞。5年后，有一天我因为有事回了趟大学，才想起好久都没有看到你的消息。大概是10年后的某一天，你要切断无效社交，所以把我删了。这个事情我也是在清除好友的时候才发现。所以说，我们居然就没有再见面。我时常在想，假如我们能回到最后一次见面的那一天，我们会怎么做呢？我们会说些什么呢？会有什么不同吗？我看向周围的每一个人，意识到这次告别之后，我们很有可能就不会再见。所以我想，我要努力认真的说点什么。你好，我可以和你告别吗？谢谢。谢谢。我变成了一个不会告别的人。我其实不太理解为什么是最后一次。如果你想到一个人，你可以马上给他打电话呀，你可以约他出来见面啊。就算打了电话，你们之间要说些什么呢？不过又是一个社死现场罢了。拜托你别再给我们增加工作量了。你们可以聊聊以前的事情了啊，当然了，问一下近况嘛。你确定你要问近况？然后你要花半小时来解释，你真的不是要来借钱的？那我就解释嘛。拜托，大人很忙，以后你还会遇到很多人，并不是每个人都重要。不，每个人对我来说都很重要。你难道没有这样的困惑吗？完全没有。大多数人，我巴不得这辈子都不要再见才好。那些你说过再见的人，你们真的都有再见吗？暂时还没有，但我相信我们总有一天会再见的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或许我们应该不说再见，因为再见现在已经不算数了。我们应该跟想见的人不说再见，这样我们就不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，然后总有一天我们会再见的。你可以陪我练习一下吗？哎呦，在搞什么鬼？哎，说再见，再见，好，再见。
许不再见面，不说再见。我走了。因为这是个开放式结局。说下次一起喝咖啡。好啊。那下个星期3在楼下咖啡厅。表示我已经在想你。说下次再约。啊，下次再约。然后永别。说永别了。喂，怎么会是永别啊？那要不要下次一起喝咖啡？好啊。我在等你的反驳。这个世界上的人，大多数时候根本没有好好听别人讲话，所以在他们听起来，这5句话没有任何差别，大家只会觉得你有点好笑。哎，你为什么不直接说出来呢？那是不是太直接了？为什么你平常说话那么直接，却在这件事情上，那么扭捏？因为我在乎啊。算了，那我给你出一个直接说话练习。你试着直接说出你对某个人的真实感受。真的？对，不加掩饰的。别紧张，我给你数3、2、1。好，3、2、1。你就是个听不懂人话、不近人情的自私鬼啊！不过有时候让人觉得还有点可怜。你在说谁啊？你就是个听不懂人话、不近人情。你在说我？对啊。你是不是有点太直接了？可这就是你啊！哎，独一无二、听不懂人话的你，你太直接了吧！哎，我发现你说的很有道理啊！我发现不直接你根本就听不懂。你有没有搞清楚状况？是我让你进入档案室工作的。那你现在是要道德绑架吗？好小气哦！听不懂人话、不近人情、小气的自私鬼啊！不过有时候让人觉得他有点可怜。那到底是谁在道德绑架？而且小气跟自私是同义词吧？那还喜欢抠字眼。这个档案我们不能接收，只能做退档处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完全没感觉到有什么社死的。这样的档案，大家看了只会胡思乱想，不停地在本来没有问题的地方制造问题。可是……好了，我们要看下一个档案了，要不然来不及。